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没错，这一次又是酒吧来马来西亚之旅啦。不过这一次的时间比较充足一点，而且是来比较多天，所以这一次的 vlog 比上次更加精彩，比上一次还要更加多的食物。不过这一次酒吧不是一个人过来而已，他还带了他的家人一起过来，包括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小儿子。那他来香港的时间呢，是从4月18日到4月21日。也是一样的，全程我会接送，带着他们到处走走跑跑。那么这张照片呢，是他们即将要来马来西亚的前一天，你可以看到他的孩子是真的非常兴奋了，兴奋到有点睡不着了。那当然的，既然是酒吧来，我当然是要亲自去接机啦，所以我就安排了司机去机场接他们。不过他们的飞机有一点延误啊，所以我在那边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，就接待他们上车了。还好那个司机还在外面等着。那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完成小朋友的心愿，就是去吃 Uncle Roger。没错，现在你们画面上看到那个小朋友就是小小酒吧。那我们来的这一间就是 Uncle Roger 开在麦套的餐厅。原本小酒吧他要去买 T 恤的，可是 T 恤没有他的尺寸，所以最后放弃了。不过还是有拍照做一些纪念打卡。但是我们去他的餐厅居然不是吃招牌的炒饭，而是吃炸鸡。因为小朋友他想要吃炸鸡，然后我们其他人全部都不想要吃炒饭，他也点了一杯饮料，这样子就要40块了。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真的很贵。那在我们吃完了第一餐之后，接下来到第二站的时候，就是在刚刚 Uncle Roger 的店面隔壁而已。这一杯是巧克力里面放仙草，这个就是 Bandung Gaya Toast， 它切开之后就会有一点像岩浆那样子流出那个 Bandung Gaya， 上面还有放一块牛油，不过它那个牛油还不够热，没有融化。这两餐只能说是开胃菜而已。接下来我们就去吃了当地特色椰浆饭。那么这一间椰浆饭店面呢是在 P Road 的位置。那其实对于本地人来说，这边的椰浆饭稍微有一点点贵，不过它的味道整体来说是很好吃的。大部分的肉类都是入口即化，炸鸡也是非常的酥脆，并且所有的味道都很足，它的3把辣椒也是足够的辣。这里2碟的椰浆饭加上2杯饮料就大概40块左右，我个人觉得是比起 Uncle Roger 还要更加值得的。那其实在这个椰浆饭店面隔壁呢，就有一个摊贩是卖沙爹的，但是刚好那一天下雨没有开，所以我们只能在茶餐室里面叫了沙爹。这个沙爹的味道就还好，我们还叫了2杯沙梨水，还有叫了1碟炒粿条。不过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炒粿条的味道，有一点炒的不是很足味。也因为下雨加上高峰时段，所以我就带他们去搭地铁。我们就来到了夜市。那原本我们抵达夜市之前呢，是已经停雨了。我本来想着说可能还会有人，没有想到全部都已经收了，所以就没有顺利的去到夜市。所以我就带他们去马来西亚的 YYDS 妈妈。这里跟各位讲一下，我们总共是点了什么东西。最左边的就是 Roti Cheese， 中间的是羊肉汤，然后最右边的那个面包呢，就是 Roti Pisang。上面那一碟面就是 Indomie Goreng 蛋巴德咯。还有我们各自都叫了自己的饮料，有包括 Teh Tarik、Teh Limau Ais 还有 Watermelon Juice。那因为有小朋友在，也是要给他们尝试一下 Roti Tissue。我比较失望的就是这间餐厅它不是把这个 Roti Tissue 站起来呢，那事实上 Roti Tissue 应该是要站起来的才对。我也因为这个餐厅它的 Roti Tissue 比较长的关系啊，所以他们就放在碟上面，避免它倒下来。就这样，第一天的行程就已经结束了。再来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想要去早市，所以我就带他们去了早市。这个是在蕉赖11里的早市，我们就一边走一边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想要买的。然后我也是有推荐一些我觉得比较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，也是给他们看一下当地的早市是长什么样子啊。不过这边的早市不算是最大型的，还有更大型的早市。这里的早市都是以华人为主。那我们是买了蔓煎糕，这个蔓煎糕里面呢就是有大量的花生跟糖，所以吃了这一份下去就会觉得很饱，然后小朋友也比较喜欢，也是点了野塔，也是点了普塔。黄色纸袋装着的就是豆腐花，还有一杯豆浆。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经典早餐 teh 加 roti。那个烤面包里面呢就是有放当地的特色咖亚跟牛油，上面纸袋装着的就是炭烤肉干鸡丝面包。这个我们当地人叫老鼠粉，而这个老鼠粉的味道就比较淡一点。在我们吃完早餐之后，小朋友觉得很热，而且他想要去 Port Mart， 所以我就带他过去 Port Mart 买东西啦。在路途上呢，也是看到一些服装店，买了一些服装给小朋友，然后我们就来到了 Port Mart。
我是没有想到这一间的人潮原来这么多，然后在这边呢也是选了很久，因为太多商品了。然后小酒吧他又犹豫不决，到底要选择哪一个。然后最后他是选择了这个系列的3只，不过还有1只他就没有开，他只是开了其中的2只，我们可以看到是长什么样子的。后来我们就去逛一下商场，去看一下本地的拖鞋。然后在逛街的同时看到了这种投币车，那小朋友要坐也是给他去坐了。基本上他看到每一个都想要坐，但是因为你们也可以看到他的体型稍微有一点大，有一些他是坐不下的。也有经过游乐场，但是没有进去里面打机啦。下一站也是带他们去看中医啊，那左手边是酒吧的太太，右手边是酒吧本人。在看完中医治疗好之后，我们就去吃好料的鱼头米线，这也是酒吧心心念念想要吃的东西。这里我们除了叫鱼头米线之外，还有叫鱼皮、鱼饼、炸腐竹。只是让我感到比较意外的是，小朋友也很喜欢吃，他是连汤都喝到光了。下一餐就是去吃水果之王榴莲啦，这个是猫山王，并且小酒吧也是拿了一个小小的榴莲拍照做纪念。接下来就是医院爸爸妈妈带他们去参观我们的房子，这个就是房子看下去的景点啊，那房子内部我就不拍了。接下来就带他们去新安庙拜拜，并且看那个金身像的关羽。这个关羽的金身像有 6.1 米，不过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啦。他们一家人也在这里打卡拍照。那小酒吧的作业也是用到了这张照片。那他这个作业的主题就是家庭旅游，内容就说到在复活节的时候，他跟他的家人一起去到了马来西亚。然后他爸爸的朋友，也就是我，带他去 Uncle Roger 的餐厅，那边的食物非常富有，但是我个人觉得他那边的食物还可以，不算富有。这个是从关羽金像的位置看下去的风景，而且他们还特意建造了一个军营。虽然农历新年已经过了很久，但是这边还是有很重的农历新年气氛。然后医院爸爸就带他们去吃了很中式的中餐，这边就有包括清蒸鱼头、肉骨茶、生菜还有走地鸡。这个就是第2天的最后一餐了。接下来来到了第3天早上，我们也是一大早就出门了。这个地点就是 ICC 普渡，里面有很多东西吃，也是有很多的人。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是找不到东西吃的话，直接搜索 ICC 普渡来这边就对了。这里我们也是点了一些早餐来吃。这里我们总共是点了3碗面，最左边的那一碗面是卤面，中间那一碗面是虾面，最右手边的就是黄酒猪腰面。那盒子里面装着的就是薄饼。我也是帮他们点了一杯白咖啡。这里的饮料我们有点 coffee， 有点 Milo， 然后有点 Dio Limau Ice。然后我们就到处走走去拍照。这个是印度庙，这里就是普渡的街道，有一点老旧了。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有一点类似像香港这样子，不过香港的斜坡会再更斜一点。接着我就带他们来到了 KLCC， 在 KLCC 的旁边就有这么一栋建筑物，外面都是一些植物。这个就是曾经马来西亚最高的建筑物双峰塔，别称双子塔。虽然双子塔它不是现在最高的建筑物，但是它依然还是双栋建筑物里面全世界最高的，也是非常马来西亚的地标建筑物。当我们进到了大厅，就看到这一辆 F1 赛车挂在上面，这个是从里面看上去的样貌，从那边仰视看上去双子塔。在里面休息一下，点了几杯饮料来喝，也带他们去国家皇宫打卡拍照。但我们只能在外面拍照而已，不能进到里面。平时国家皇宫是不开放的，只有一些特殊的日子才会开放，就比方说最高元首生日。所以你们来马来西亚旅游刚好碰到开放时间的话，可以进去里面参观。接下来我们就去找舅姐啦，来到了舅姐工作的商场，刚好有一个 Capcom 的 event。所以我们就进去里面参观了一下，不过没有买任何的东西，只是看而已。途中有经过猫咪咖啡厅啊，因为一开始小朋友说他想要去猫咪咖啡厅，结果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，他又不要进去了。不过我们也是拍了一些照片，然后舅姐就带我们去吃了下午茶，这边点了一些饮料，都是点了一些水果为主，点了一碗薯条，还有一块蛋糕，还有一碟 fish and chips。那接下来的行程呢，就交给舅姐了，因为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而且我要回去直播做东西。所以第3天的行程，我只是带领他们走到一半而已，然后我就自己搭车回家去了。那接下来舅姐因为她自己有车的关系，她驾车也比较方便一点，那她晚餐就带他们去吃了大餐。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参与啊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吃，这一碟是什么东西，你们就自己看照片吧。
在第4天的时候，他们下午就要回去香港了，所以最后一天舅姐就带他们去靠近机场的一间 outlet， 来这边吃了一些早餐，买一些东西之后，他们就准备要搭飞机回家了。不过第3天后半段跟第4天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个人是不太清楚的啦。那在他们要離開馬來西亞之前，還是錄了一段錄音給我。依然姐姐，下次過嚟香港揾我哋啦。以上就是98一家人來馬來西亞的行程了。至於各位有什麼想法，可以在評論區給我知道。我們下個影片再見。